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1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3.82，收盘价是241.0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7.43，最低价是在239.5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6610.91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7 倍量增。KD 值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下跌后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，遇到了支撑后，然后出现了强势的反弹，一度是站上了蜻蜓线的最高，之后股价又出现了回落，最终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底部，也就是又跌回到20日均线值的下方，当然也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生成了这样一根倒垂线。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增。那通常情况下，如果我们判断这根锤子线是在相对低的位置，并且呢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说明这是一根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继10月8日生成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之后在10月9日又生成了一根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是高开高走，然后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倒垂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247.43这个位置，那么将会确认股价变盘向上，同时也会确认止跌成功，那么股价呢将会开启上行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日后股价出现低开低走，然后收盘价跌破了前低，也就是这根倒垂线的最低，在240附近，或者是跌破了238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呢我们会看到将会再次出现底低，那么自10月1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开启一波下行的走势。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近1-2个交易日股价的走势将决定日后股价的方向。那么目前的关键标志位上方是这个247这个位置，下方呢是238，那这两个位置将是日后股价的走势上的两个重要标志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或者叫横盘向下。我们给出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在24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，另外一个是在239附近。这是下行。那么
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46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实际在10月9日收盘价是在241.05，出现了下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下行啊，不仅在收盘价上的点位相接近，同时性质也是相同的，也就是又回到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同时呢，当日的走势与我们预测的也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下方都是在240附近遇到了支撑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出现这样一根带有增量的倒垂线，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10月1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65。目前在到达265之前，247，也就是这根倒垂线的最高，还有250是这两根 K 线的最高。那么我们取中线，也取这个整数关口250，对。那么这两个位置将是股价在到达265之前的强压力，也是重要标志位。一旦股价能够突破这两个位置啊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掉头向上，会去测试265，或者说是才有到达265的可能。好，那265如果被站上，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是271，当然之后是上方的300关口，这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多次讲过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也仍然是238。在到达它之前啊，240我们取整数关口啊，这个位置呢将是强支撑。对，那我们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啊，股价的最低都是在240附近。对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位置呢，将是股价到达238之前的强支撑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这根倒垂线的最低是在239.51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将会瓦解这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同时也会瓦解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测试238的。对，好，那238如果被跌破，将会确认自10月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03，在到达203之前，我们要给出2个关键标志位，一个是9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32，另外一个是9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10。那股价一旦跌破238之后啊，这2个位置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在到达203之前的强支撑，也是重要标志位。203如果被跌破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第3个目标就是182这个位置。那182被跌破，很显然我们会看到，股价将会收复自8月5日以来的这个上涨。好，当然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，还是自8月5日以来是一个多头趋势。目前股价是在回档的过程当中啊，出现了横盘，也就是现在在选择方向。对，是继续向上，延续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，还是说继续向下，出现一个深度的回档？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我们再来看10月10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44。那么在10月9日盘中呢，股价是一度是在这条观察线的上方运行，但是在整个盘中呢，股价一直是维持在244下方运行，所以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10月10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41这个位置。
241呢，也就是说，这根倒垂线实体的下沿也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。那么关注它的目的就是，这是一根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所以在10月10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会出现反弹的走势；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股价会出现下跌或者说是横盘向下的一个走势。因为这个位置呢，如果股价是高开盘，这个位置将会是一个支撑位。对，所以我们在盘中要特别关注241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35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239.5附近。那之前最后一次加仓呢，我们是在10月4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加仓。那之前呢，我们是有30%的仓位，成本价是在238。那在10月1日收盘价258这个位置，我们是已经给出了停利的操作建议，也就是停止利润的损失，是停利出场。那么如果继续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，或者想要继续加仓做多呢，我们一直守止损位，守的是238这个位置。对，当然之前是守232哈。那么在10月4日加仓之后，我们的仓位是到达了35%，成本价在239.5附近。那么连续数个交易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在出现一个横盘的走势。那么到了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238，对。那到了10月9日收盘价是在241.05，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虽然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这是一根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但是它是信号 K 线，这个信号还没有被确认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当然也不可以初次建仓。对，好，那么这个仓位到了10月10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继续守238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这根蜻蜓线可以，比如说可以5%进场抢反弹。那么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这根蜻蜓线的最低240.5，或者也可以守238。对，这是在这个地方进场的仓位要守的位置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，说我们每一次给出的加仓建议都是初次建仓的位置。那不管是在哪一次这个初次建仓，目前的止损位的底线都是238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50，它要守这个头。所以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反弹一直到250，在这个区域一直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238，因为跌破了238，将会这个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。所以这是目前空头的目标。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下方的232，这是更低的一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1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43到244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245附近。对，在这个位置。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
也是前一日K 线最高的附近，是从248到249之间，然后呢，第4个压力位我们取250整数关口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我们取整数是240，实际上就是在前面这3根 K 线最低的附近。然后第2个支撑是238，第3个支撑是232，接下来第4个支撑是210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1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48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出现新高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6附近。好，那出现这样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3，是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或者说是到达238这个位置，收盘价会收在240附近，对，也就是收盘价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，所以我们把它称作叫横盘向下。那出现这样横盘向下走势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1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